嚟到第3集啦。咁呢一集呢，我會將我個 channel 名開始改咗做不氣味檔案。不氣味檔案個不氣味呢，其實就係日文嚟嘅。日文呢就讀做 Bukimi 嘅。咁意思就係啲神秘鬼奇嘅嘢啦。咁都切合我個 channel 名嘅。咁我之前嗰個名我發覺呢就好難 search 到，同埋又同其他 channel 撞名，因為好多外國 channel 原來都係用呢個名嘅。咁雖然係嗰個名係我自己諗出嚟啦，但係既然撞名就趁早改翻個好啲個名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多謝你哋。通靈、降神、占卜，一啲我哋聽起上嚟既熟悉又陌生嘅名詞，都係一個住喺日本青森縣今年93歲嘅中村婆婆嘅日常。幾乎可以話佢係日本最後一個正統嘅薩滿祭司。中村婆婆出生於1932年。由於上個世紀初，當時好多流行病都冇可靠嘅治療方法，加上當時嘅人缺乏醫療常識，同時亦都冇財力去應付疾病，唔少嘅農村嘅人都早年喪命。當時仲係 BB 女，得3歲嘅中村婆婆，因為父母係普通嘅農民，對於當時患麻疹嘅女兒，覺得只要需要多啲休息同埋飲水就會好返。於是冇第一時間帶中村婆婆去睇醫生。到病情已經非常之嚴重嘅時候，中村婆婆雙眼突出，幾乎已經失明。當時失去視力就意味住呢個人失去耕田勞動嘅能力。對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嚟講，中村婆婆嘅事就係一個永久嘅負擔。當時嘅人係接受唔到一個冇生產能力又只會日日飯來張口人嘅存在。中村婆婆嘅父母深知自己冇可能照顧佢一世，到咗中村婆婆13歲嘅時候，喺無奈之下就將中村婆婆送咗去谷川朝來嘅門下，學習同神靈同埋死者溝通嘅技藝。喺當時，朝來並唔係只係一種宗教嘅傳承，更加係一種對視障者量身訂造嘅社會福利制度，令佢哋可以喺神嘅代言人嘅身份之下，從而獲得社會地位同埋經濟獨立嘅能力。朝來、熱塔哥被認為係神嘅代言人。當佢哋拜師學藝嘅時候，由於睇唔到嘢，只能靠聽覺嚟接受知識，所以佢哋嘅聽覺係非常之靈敏。而朝來詠頌嘅聲韻亦都有別於一般嘅日文發音，所以中村婆婆當時需要背誦61種咒語嘅詠頌，所以學習者唔單止要耳靈，同時亦都需要有好好嘅記性。正正係因為失去咗視力，令到中村婆婆嘅集中力全部都專注喺聽覺方面。最終婆婆都成功承繼咗佢師傅谷川朝來嘅衣缽同埋認可，成為正式嘅朝來。當村民想同佢哋過世咗嘅親屬溝通嘅時候，就會嚟揾朝來。朝來會透過叫做口技 Kuchiyose 嘅詠頌同逝者建立連線。當有需要，佢哋都會用同樣嘅方式同神明溝通、驅邪同埋占卜。要成為一位朝來，除咗要有良好嘅記性之外，喺訓練過程之中，仲需要通過一種非常殘酷嘅修煉方式，叫做水救離 Mitsugori。水救離就係喺嚴寒嘅冬天做冰桶挑戰，門徒要喺寒冷嘅戶外將冰冷嘅井水兜頭淋落全身，以達到淨化身心、感應神靈嘅目的。據講，當身體承受住極度嘅痛苦嘅時候，我哋嘅意識會剝離我哋嘅肉體，而達到一種出神嘅狀態。而頭先所講嘅口技，亦都係一種令佢哋可以達到出神狀態嘅方式。呢種出神狀態其實同其他宗教嘅法門係殊途同歸嘅，就係經人嘅一種極度專注嘅方式，令到我哋自己嘅意識重新由現實世界定着喺一個新嘅焦點上面。薩滿文化嘅精髓，簡單嚟講就係相信萬物有靈，人同大自然即係本源，係有一種睇唔到摸唔到，只能夠用心去感應嘅聯繫。形象化啲講，就係阿凡達裏面阿凡達人同佢哋星球上嘅連結一樣，我哋同整個地球所有嘅活物同埋死物都互相連線，可以講整套電影都係薩滿文化嘅體現。另外，薩滿相信靈魂不滅，死後會轉身成為另一個身體。
薩滿嘅文化始於西伯利亞平原，向東穿過白令陸橋，傳遍整個美洲，向南傳入蒙古同埋今日嘅中國東北、韓國、日本同埋東南亞一帶，向西傳入北歐、入中亞一帶。如果將宗教比喻為一個 App， 咁薩滿就係佢哋嘅 open source code。所以可以話，所有宗教包含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神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拜火教、猶太教、印第安文化都好，本身都係嚟自或者講或多或少都受到薩滿嘅精神同文化影響。佢哋都隱含住一種達至出神狀態，以強大嘅意念或者意願嘅方式去施行神蹟，只不過大家嘅名詞同埋方法唔同。據講，薩滿係嚟自舊石器時代，即係距今260萬到300萬年前。可能當時連智人同埋尼安德塔人都仲未出現，就已經出現咗嘅一種宗教。與其話宗教，不如話係一種人類喺大自然中掙扎求存嘅信仰，對於大自然嘅崇拜，同埋理解呢個宇宙運作規律嘅一種方式。喺薩滿對呢個世界嘅理解嚟講，呢個世界係分為3層世界，分別係上界、中界同埋下界。喺薩滿嘅宇宙觀入面，下界係充滿活力，而且未受人類文明污染嘅世界。喺入邊居住住力量嘅動物同埋大地嘅靈魂。薩滿進入下界通常係為咗尋找深層嘅身體療愈方法，同埋回收遺失咗嘅靈魂碎片，又或者同動物、植物進行靈性嘅溝通。所以據講，佢哋可以召喚動物，甚至可以自己變成一隻動物，以獲取嗰種動物嘅能力。相傳薩滿嘅祭司或者美洲嘅巫士就具有變身成動物嘅能力。而中界係人類日常居住嘅物理現實世界。喺中界唔只有活物，仲有山川河流嘅神靈、遊蕩嘅靈魂，同埋影響日常運勢嘅精靈。呢啲未做過人嘅精靈，如果跟住咗倒霉嘅人返咗屋企，就會變成傳說中嘅 poltergeist， 即係蘇靈嘅現象。喺巫士唐望嗰系列嘅書入邊，主角喺唐望嘅誘導之下，耗用咗稱為培約特嘅仙人掌種子。喺意識轉變嘅狀態之下，佢可以同呢種叫做培約特嘅植物嘅靈溝通，亦都可以以一種透視嘅方式去睇呢個世界。呢一種改變意識焦點去同靈溝通同埋睇世界本質嘅能力，應該就係講緊薩滿教嘅中層世界。而上層世界係指天空星辰同埋高層次嘅意識能量世界。上層會被描繪為非常之抽象，係一個以太領域，係神靈同埋高靈星神意識嘅住所。薩滿去上界係為咗獲得洞見生命同埋宇宙嘅智慧，同埋超越自我同人類原型嘅限制等等嘅目的而去。連接住3層世界嘅垂直軸心就叫做世界軸。喺西伯利亞同埋蒙古嘅傳統之中，最常見嘅象徵就係宇宙樹。宇宙樹嘅根深埋喺下界，樹幹就喺中界，而枝葉就會觸及上界。呢種宇宙樹嘅形象唔單止係裝飾性，佢係被視為薩滿喺進行靈魂飛行時嘅導航圖。薩滿依循住世界樹，就能夠穿越呢3界，達到佢哋想要嘅目的同埋想要去嘅地方。喺阿凡達入邊都有一棵參天巨樹，其實都係參考咗薩滿嘅宇宙樹概念。根據巫術嘅解釋，我哋之所以能夠依靠五感去體會呢個世界同埋時間，係因為我哋顯意識嘅注意力聚焦喺呢個頻道嘅現實世界。薩滿巫士同埋一啲擁有法術、讀心能力嘅異能者同埋遙視之類嘅人，係因為佢哋能夠將自己嘅意識焦點由現實世界轉移集中到另一個世界，喺嗰度獲取知識同埋能力，某啲能力仲可以帶翻嚟現實世界。睇起上嚟就好似佢哋有異能咁樣。為咗能夠達到呢一種意識轉移嘅出神狀態，低級嘅巫士依靠一啲能夠改變意識嘅狀態嘅植物，但係更高級嘅巫士並唔會用呢啲手段，因為呢啲手段係有損佢哋自己嘅健康。佢哋會用一啲方式令到自己喺現實世界嘅焦點暫時關閉，例如
冥想打坐，或者將自己嘅注意力專注喺一點嗰度，例如通過禱告、詠唱、誦經、跳舞、寫字之類嘅方式，以達到出神狀態。總之，當你嘅注意力長時間維持喺某一點，而又能夠完全忽略自己身處嘅世界嘅時候，就會接近呢一種出神嘅狀態，就好似阿凡達人通過集體詠頌去施行神蹟一樣。剛才提到中村婆婆進行水救離，然後進入出神狀態，都係有異曲同工嘅作用。當我哋受到極大嘅痛苦，例如身體嚴重受傷，又或者驚嚇嘅時候，就會激發呢一種專注力，從而達到呢種出神狀態。當中村婆婆需要幫其他人同死去嘅親人聯絡嘅時候，佢就會用一種頭先提到過叫做口技 Kuchiyose 嘅方法，以詠頌嘅方式嚟進入呢一種出神狀態，從而達到連結靈界同埋現實世界嘅溝通橋樑。呢個過程喺我哋嘅認知入面，其實就係問米前施法者嘅一系列念誦過程。其實神打標童嘅原理亦都一樣。當然，當作法者已經對過程非常之嫻熟，時間就可以大大縮短。而中村婆婆亦都利用呢一種狀態去占卜同埋驅邪。由於一個正統嘅朝來必須要喺得過重病而盲眼嘅狀態之下拜師學藝，再進行水救離同埋口傳心授，最後獲得師長嘅認可嘅女性先有資格成為朝來嘅。所以喺冇經過以上3個條件之下，自稱為朝來嘅人並唔被日本人所認同。所以中村婆婆係被稱為日本最後一個被認可嘅朝來。朝來嘅一切知識異能，其實都係承繼咗薩滿嘅文化體系。其實我哋身邊有唔少被薩滿所影響嘅認知同埋文化，而近呢幾十年興起嘅靈性知識同埋覺醒文化，包括美國曾經興起嘅嬉皮士文化，都係啟蒙自薩滿文化嘅。如果我哋只係追求科技同埋物質文明，而遠離精神文明以及我哋賴以共存嘅大自然嘅話，認為自己係地球嘅主宰，除咗自相殘殺之外，無節制咁掠奪同消耗大自然嘅資源，忽視其他生命嘅生存權利，咁同坐喺樹枝上面不斷咁鋸自己坐緊嘅樹枝有咩分別呢？近呢200年嚟，人類對大自然嘅破壞遠超人類有史以嚟嘅總和，到頭嚟我哋一定會自食惡果。呢個就係因果，亦都係薩滿文明中嘅智慧。今集嘅節目唔長，其實係因為呢，我想同大家講解一啲概念性嘅嘢嘅啫。咁我其中提到嘅一啲例如 Poltergeist 啊，或者一啲巫士啊、巫術啊呢啲咁嘅 terms 呢，咁我會喺將來再揾啲節目、揾啲機會再同大家講嘅。咁今集嚟到呢度先，多謝晒大家收聽，拜拜。